3, 2, 1, go!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嗨，大家好， 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是我的发小。Hello， 小唐同学。今天小唐同学要给我画一个 Kylie Jenner 仿妆。好，让我来 Q 这个流程。你能先给我把我吸管拿出来？请我来做嘉宾，还不给我吸管？小唐同学给我画 Kylie Jenner 的仿妆，就是这一张。我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我提前在 Instagram 上面问了你们一些问题，关于我的，完了关于健身减肥的，然后我们都可以聊一聊，好吧 ？Let's go。哎，好几个人问咱俩是怎么认识的，我们俩就是初中同学。对，同桌就像这样坐着的。你干嘛呢？你感觉可能有点多。没事，晕开就好。我看一眼。等会儿。你要看一眼。别急，你先回答问题。运动的最佳时间，减脂期间在家做啥？加拿大这边又 lockdown 了，帕梅拉真的会变瘦吗？哇，3个问题合体。科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，运动最佳时间就是早上。但是呢，对我来说，我从来没有遵循过这一条。我一般是在我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运动，在家真的可以运动啊。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啊，但是像我这种懒癌，我既然在家了，我为什么要动呢？我在床上躺着不好吗？如果是在家，我是那种，除非尿真的是要憋掉了，可能要尿在床上那种程度了，我可能才会起来去上厕所，不然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床的。我想知道你一般每天的运动量是多少啊？就几乎为零。你不会就是特意为了想让自己动起来就不会，我只会刻意的想让我自己怎么不动。我如果就是能屁股不离开我坐的那个地方，我就可以，我能这样够，我就绝对不会屁股离开它。你这个技能。对。BW 是什么呀？这不是这个 double wear 吗？我都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1杠是这样吧？是不是？EN2，看好了啊，我给你回答了，甭问他。疫情在家和 Zoom 相伴，因为可以懒床没了早饭，怎么改掉这个坏？自己的作息时间其实就是可以根据每个生活状态不一样而改变的。比如说我在美国lockdown 的时候，时差很怪异，那个时候是每天早上8点就起床，所有吃的东西在下午3点前就全吃完了。我那个时候也比较极端，因为我 lockdown 的时候很怕自己长胖，每天吃很少的东西，然后拼命运动，下午就是运动时间，我会在5、6点钟运动2个小时，早上起来出门走1万步再回家。走多久？1万步。闲的没事干吧你？真的闲，你知道疫情美国在家的时候真的就是闲，而且今天是我第一次被别人男性化妆。是吗？真的。我太荣幸了，朋友们。真的太期待他能化成什么样了。我觉得你一段时间不吃早饭这个环节并不是什么坏习惯，后期每天吃不够代谢是不是会瘦得很慢呀？对的，如果长期节食吃不到自己的基础代谢，你都不会再瘦了，压根儿。我是专门看过 YouTube 的，人家欧美不都是这么画的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一会儿再给你扫开。怎么像你一样控制好食欲，抵住诱惑？太简单了。我有几个自己爱干的事情可以抵住食欲的啊。第一个就是看直播，第二个就是逛。我能插句话吗？那会儿我在跟LA，我在他家的时候，就是大晚上啊，自己人看吃播也就算了，哎，跑到我这屋来，然后跟我一块看，然后也不跟我说话，我就自己玩手机。你们也知道吃播的那种，就那个他会特意录那些声音，然后我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本人亲自给他上演了真人版1对1的吃播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第二点，我想说的就是看身边的人吃东西也行。对，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那种美食的人，逛街走在大街上，就如果有那种特别香的，只要特别香的，他就会凑上去看，然后看半天他不走，然后不停的回头，哇好香啊，哇好香啊，最后你不理他，他最后来一句，要不你买一个吃吧。他不吃，他让他身边的人买来吃，你知道吗？你拿到了以后，你就给他闻，一直问，就是闻够了吗？再闻会儿。就是你吃不到，你至少可以看到，然后还可以闻到，就也蛮幸福的。其实我这么说，可能有些人不理解，但是绝对有些人是理解的。我就不理解。
绝对有些人是理解，他的体质是属于就是一天都嘴不能停，然后也不会胖。对，我是那种就是干吃不胖。对，就是嘴就不能闲着，得有东西在嚼的那种。吸收不好，对，这就没法比，没办法，对，你没法跟他比这个饮食结构。安琪平时大概多久吃一次甜的东西？蛋糕、马卡龙、奶茶这些。还有人问我有没有过 cheat day， 我是从来没有过 cheat day 的。我觉得我不怎么需要让自己一天都吃一堆东西，然后让自己特别撑。不过确实有这种疗法，我看过太多人的 cheat day 了。你想控制食欲，我的办法就是看吃播，然后看别人吃。第三个就是去逛超市，不买，没有购买就没有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他是特别爱逛超市，而且我只有 cheat bite， 什么东西我想吃了，就特别想吃，我会吃一口。蛋挞。对，我就吃一小点。他小时候巨爱吃蛋挞。我就吃一点点。就是，来给你借一下给你看，就你看到它这个假指甲，就是你看这美甲，就是你看这个缝儿啊。就是他每回就是吃任何东西，他说我吃2口，然后呢，他不是拿手就是去掰2块或捏2块，他是这2个指甲盖就是夹，哎，他加2个渣儿这儿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没有。我有一个真实的经历，有一次我们俩去吃饭，然后他不吃嘛，他基本上所有都是他看着我吃。有一次他说我想吃这个，然后他说但我可能只吃2口，我说那行，我说那你吃2口，那个剩下的给我吃。上来我说怎么着也得，就是真的你就算2口也得吃2口吧，哎，他这个指甲就是。那个 K 啊，我用了词，请听到我词 K 了个，它已经不是块儿，它是 K 了2个渣儿，放嘴然后一夹，然后 K 了2块，这样带你看着，我饱了，夸张了，真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都怀疑啊，他那个指甲盖 K 那个渣儿的时候，那个渣儿，他的指甲盖运送到他嘴里的时候，我怀疑那个渣儿已经在中途脱落了，他就是吃了2口空气，然后跟我说我饱了，夸张，真的。就是他的胃大概就是可能我觉得已经缩到还没有他眼睛大。我确实是吃的就是比较少，胃比较小，但是我这样也特别容易饿，所以我一次吃东西确实不多。安琪觉得健身需要请私教吗？需要，非常需要，特别需要。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健身新手的话，你不怎么了解健身这个东西，健身私教是一个能带你快速入门的最快速的捷径。因为它会非常系统的告诉你什么样的体质该做什么，你什么阶段该练哪儿，1个小时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。如果你去健身房瞎练的话，并不能达到你想要练的效果。如果你可以跟健身教练制定好目标，更科学合理一些。而且对于我来说啊，我个人的经验，我只有跟私教约了课，我才会每次非常准时的去上课。你要让我真的一个人非常枯燥的去健身，我也坚持不太久。而且我这个人健身的时候不喜欢思考问题，这个动作该做几个，下一个动作该做什么。我今天就是制定那种 plan， 我不是特别在行这件事情。我喜欢健身的时候放空自己，或者是想一些别的事情。其实健身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。说说你们的神仙友谊。我这么给你形容他这个人吧，他是那种你平时约他是出不来的，他就是一个非常宅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急事儿了的话，他不管在哪儿，不管在做什么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冲过来。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，有一次我发烧了，好像我特难受，我就跟他说我好难受，我发烧了，然后他当时就直接冲过来带我去医院了。就是那种牙都没刷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、真的是，直接就是可能连床都没起就冲过来了。因为我们俩真的一个星座，而且生日非常近，他是10月7号，我是10月8号的。你的某一个前任还说，就是真的你俩性格挺像的。谁啊？我要说出来吗？你可以小声告我。咱俩性格像吗？他说特别像。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有点天蝎了，但我连上升其实都不是天蝎，不知道怎么。你上升是什么？双鱼。我觉得我不怎么双鱼，除了就是爱幻想，活在童话世界。那是迪士尼小公主本主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就是全世界都在让你长大，只有迪士尼在让你什么回到童年吗？对，保持童真吗？请问如何坚持呀？总坚持不过3天。我觉得健身还有减肥这件事情，你一旦开始了，其实很难停下来的。不，还是很难坚持的。
因为你都已经付出了，你一定得先付出啊，前提是，你一旦已经付出了，你就觉得我都已经做了那么多了，我怎么能停下来呢？我之前好像聊过这个问题。但你是真的很能坚持，是真的。我还有我身边朋友听到他的减肥方法，那我如果是他像他这么卖命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我宁愿做一个胖子，我不会去想减这个肥。真的，我们不想去遭这个罪，就感觉太难受了。我就愿意当一个胖子，不想受这份苦。爽哥也有健身吗？没有，就是懒到不行。我跟他完全是相反的。我有试图去过1个月，真的坚持不下来。就像他刚刚说的，他说既然我开始了，我为什么会放弃？不啊，我开始了，我为什么不能放弃呢？你这是毒鸡汤！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舒适圈呢？如果我舒适圈那么舒服的话，我床上躺着多好啊！但我也会羡慕身材特别好啊，或是想着去试图去那什么，但是真的你自己做到那步没有办法。就像他，我一开始以为的时候，那么也就可能就坚持一阵子，没想到他就真的这么多年就坚持下来，这一点真的是。真的很佩服了。因为我的想法是，我都已经那么累了，我万一现在不去了，我白练了怎么办？而且我那种饿啊，我忍受那个饿是那种，我那个时候节食，是那种能在床上打滚哭的那种饿。我要多吃这一口，我白饿成那样子了怎么办？而且我还有一点，我会拖延。我比如说遇到什么想吃的话，我就会拖。我有拖延癌嘛。我明天再吃，然后我明天到了又后天再吃。真的，你太正能量了。就是我也有拖延，但我拖延就是我可能这件事情我会拖到明天去做，但这个吃我现在就要吃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这次不去的话，我白累了怎么办？不啊，我这么累了，如果我以后都不来了，我不就不会累了吗？我要多吃这一口，我可能就白健身了。我不是啊。那我想的就是，那我不健身了，我不就可以随便吃很多口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是毒鸡汤，不。安琪的感情观。感情观你真的可以聊聊。什么是感情观呀？就是择偶标准之类的。标准啊，我想想啊。我先跟你说一条吧。嗯。他的择偶标准啊，外貌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就是。头发长一点，就可能比我这还再长一点，然后是那种漂过那种很浅的发色的那种，然后奶的就是小奶狗，就是奶到越奶越好，就是那种奶到就是有吗？就奶到窒息，就是那种特别韩流的那种男明星那种。没有吧？有，就是你，但是说实话，他交的男朋友就我觉得这个类型的还真的偏少。我不是一个特看外貌。对，他是真的不看，他是真的不看。我比较看感觉，我喜欢对我好的。就他每一个，这么说合适吗？就是他每一个男朋友都对他真的都挺好的，就是不用他去说，哎呀我拧不开瓶盖啊，类似这一种，就是人家他的男朋友们是拧好了递给他，其实他每个男朋友啊，真的都对他非常的好。所有东西是好了的，完全是好了的给他的，而且他不需要去要求就说你帮我弄一下什么这一种。对，我比较喜欢对我好的。对，就是很细节，他应该很喜欢很细节的那种。细节完全超级能打动我。对，在相处初期的过程中，我就是在观察这个人的细节。总是会忍不住想要吃糖油混合物怎么办？开始健身减肥之后变得好馋蛋糕。如果你非常馋这些东西的话，就代表你没有吃够。糖就是碳水，油就是脂肪，你可以多吃一点健康的油和脂肪，或者是你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话，你就去吃一口，别吃太多就行了。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不能吃的。之后会不会弄个粉丝见面会啊？会的，等着我。喜欢温哥华吗？我还挺喜欢温哥华。你笑什么呀？我还挺喜欢温哥华的，因为洛杉矶就是很大，你去哪儿都不方便，都特远。温哥华就超集中，去哪儿都超方便、超快。这个问题太搞笑了。如果彭于晏和周杰伦追你的话，你会选谁？据我所知，他一个都不喜欢。我真的不喜欢，我喜欢周杰伦的歌，但是长得就他对长相这一面就是那种韩流的审美。这彭于晏的事情，你听说过吧？你跟我摸的，你自己加个睫毛吧，我还加上你。那我现在能看了是吧？
你能不看着加吗？那你看吧，还没有完成。惊呆了，技术有限，没办法，就只能这样了。不是，我一会儿给你们拍个近景，啊，就是真够吓人的。看啊，朋友们，眉眼上挑，哎，我求求了，你求求啦！你看，我待会儿要做一个对比，把凯莉放在这里。太美了，是吗？太漂亮了，绝世佳人。明年的那个是全球百大美女榜单，你就可能要占首位了，不占首位也得进前3了。啊，远处看有一点像那个像鸡，就是那种卡通人物那种鸡，就是有点孙悟空的感觉。我的客户在仔细的欣赏她的美貌。太吓人了。你给我这个妆评个分吧，就10分满分吧。0.1，不能再多了。我真的蛮用力的了。不是，我求求了，凯莉，我让点位置。评论、转发、点赞，抽10个小宝贝，送每个人1箱大橙子。哇塞，10个人。对的。慷慨竹简。彩虹屁吗？大家记得拍彩虹屁吗？如果还有人再想看我们爽爽出镜的话，评论告诉我。拜拜。拜。这周你们打多少分？你们给我打个分，好吧 ？See you guys next time 。我们2个像不像？我比你黑。没有，光打粉，抹了2斤面粉。今天。您的视频您做出来。我有 black to。我是客呀，我不能反客为主啊。今天有一个人来私信我，我估计他是私信错了。他 DM 我，他说我喜欢安吉就没有什么问题，喜欢安吉很多年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然后说从你去美国的时候就开始一开始去美国的时候就开始关注。我说啊，那他应该是说给专辑的，就是然后私信到我这儿来了。这个是隔离对吧？太可爱了，对。